刘邦在芒砀山正式出道了哈，很快整个泗水郡就全部在他的控制之下，大家就叫他沛公。赵高是个谜样的人物，他所作所为就是为了把秦国给干倒，他杀掉了胡亥，又立了一个新的王，历史上称作秦王子婴，巨鹿战役决定了秦国的败亡，也确立了楚国就是各国反抗势力的领袖，领袖当中的领袖就是项羽。怀王芈心就下令了，先入关中者为关中王。刘邦竟然先项羽一步进入到关中，接受了子婴的投降，到这一步，秦帝国正式灭亡。在交河的建议又宣布约法三章。最后项羽的失败就是甚至低能，开始他个人的好恶分封。结果不到3个月，东方就发生叛乱，这也就给了退到巴蜀汉中的刘邦的机会。整个秦末的历史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楚汉相争出现。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欢迎收看今天的互来座谈，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一修。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聊我们的历史讲堂哦，大任诗人系列。最近呢，我们在谈开国皇帝们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他是历史上的第一个平民皇帝，他到底有多平民？在他起兵之前的人生呢，我们在上一讲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接着呢，他起兵之后这风云变色仅1年多呢，就当上了汉王这简直是了不起的一个创举可以说他大概是中国史上呢坐直升机都达不到的，可能是已经坐火箭的这个速度呢，快速的在社会地位上升迁了。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机遇呢？在这个当中呢，秦帝国到底面临什么样的状态？一个威严，一个由秦始皇创建的如此巨大的帝国，竟然这么快的土崩瓦解了。今天我们就要就呢刘邦起兵之后，一直到呢非常著名的他跟项羽之间楚汉相争这一段时间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还跟大家好好聊一聊那关于讲到历史呢，当然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历史专家啦。我们来欢迎王立文学长。主持人好，还有全世界的观众大家好。是刘邦跟项羽呢，这故事是精彩绝伦怎么说呢？打着打着呢，连老爸都打丢了刘邦在这边战场上就没有真的把项羽打败过最后还是靠着天降奇兵呢才完成的。所以这场蜀汉之争呢，大家也是觉得非常的精彩为什么呢？因为说实在你其实都很难想象项羽这么能打的人，最后竟然被刘邦给打赢了刘邦到底是怎么获胜的？就是我们今天想要来讲的重点不过我们还上一讲讲到什么地方呢？刘邦踏入了征途的开始也就是在芒砀山这个地方呢，刘邦正式出道了这样他在芒砀山怎么出道的？好，其实他在芒砀山的出道跟陈胜吴广的反抗的背景差不多了简单说就是2点，第一个就是秦朝的统治逐渐走向了瓦解，因为地方上的反抗越来越多自从陈胜吴广起义之后，各地都开始反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当时的老百姓就开始逐渐的据地为王当时各地都一样那原先帮助秦朝做事的一些地方的基层的一些行政体系的人员，也开始跟这一些起来造反的群众站在一起。简单说，就是过去的统治机制逐渐瓦解，那一些地方上比较有势力的人就开始跟老百姓结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又一股的反抗势力陈胜吴广其实就是这样子其实刘邦也是一样，刘邦当时得到的命令是带着一群罪犯不过后来也有人考证不见得完全是罪犯，里面可能有一些士兵要去骊山修骊山陵各位你可以看一下那个距离，从今天的江苏北部要走到陕西去帮秦始皇修他的陵墓，就知道这中间不但距离很长，而且就算你到了大概也活不了几个人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地图就会非常清楚对我们这个出发的点这个芒砀山这个地方它是走到这个地方，它是从沛就那里有一个小旗子的地方对，然后呢它正常路线它必须经过芒砀山，一路呢接下来走进黄河，走到骊山，在这里这里个骊山的位置所以其实是走没多久就搞叛变了。
对，没错。根据我们今天看《史记》的记载，是说有大量的人员在中途就逃亡了哈。那我们知道，按照秦律哈，一旦中间有很多人员逃亡的话，那连负责押送的官员都是死罪哈。刘邦看到这种情况，历史上记载说，他干脆就把所有人就放走了，他自己也加入到逃亡的行列啊，就变成这个样子。我们知道刘邦他本来就是地方上的这种基层的草莽出身了，所以他也没有什么不敢做的。再加上我们刚刚讲天下已经乱了哈，他把所有人放走之后，没有想到当时这一些所谓本来要去修骊山陵的囚徒，还有这些押送的士兵，竟然就反过来拥立他来当领袖，就说我们大家觉得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我们干脆就拥立刘大哥我们一起来看看未来该往哪一步去走刘邦也没有完全的拒绝，一开始只有10几个人跟他，但是后来跟着他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后来就是在芒砀山这个地方，用今天的说法就是落草为寇嘛就是暂时在这个地方集结休养生息一段时间。不过他在芒砀山这里就发生了一件这是史记有记载的也算是相当戏剧化的事情斩白蛇事件其实斩白蛇事件很多人纠结说到底有没有这个事情，其实这个事情背后是一个文化意义啦。我们知道从战国后期开始，有一种学说就开始在中国，不论是民间还是在各国的贵族之间就非常流行，就是历史上称作叫武德宗史说据说创始人是个齐国人，叫做周衍什么是武德宗史说呢？其实简单讲就是一句话：风水轮流转。这很早在甲骨文里面就有古人相信整个世界是由5种元素构成，就是所谓的金木水火土。大家一定都晓得，对不对？那这5种元素，它的力量在宇宙中，它是呈现一个循环的状态。而这种武德宗史说，所谓的风水不断轮转这个情况，也反映在人间的政治秩序上。那我们知道，秦始皇的祖先秦襄公时代，秦国人就自称自己是白帝之后，也就是后来说属于所谓的水德可是刘邦他过去就有传说说他是赤帝之子，就是所谓的火德。各位，金木水火土嘛，水之后就是火嘛，所以他以赤帝之子身份斩掉一只白蛇，意思就是说，这火德终将取代水德而行。简单说你可以说这是一种神话故事没有错。我们今天听起来当成神话故事，不过这个故事在当时据说流传的相当广，而且广受到许多基层百姓的信仰。这代表一件事，就是刘邦很成功的在基层群众当中树立了一个印象，或者说树立了一种信仰。什么信仰呢？就是他终将要取代秦朝的天命建立属于自己的王朝。你也可以说是刘邦他借由这个事情来增加了他本身的一种领袖的这样的一个正当性好，当然我们都知道武德宗史说，其实最终你还当然要推翻这个王朝所以事实上秦朝并不是因为武德宗史而灭亡，而是为什么？刚才讲到各地的叛乱，尤其以哪里的叛乱特别激烈呢？就是楚地的叛乱我们知道陈胜吴广是从楚地起来的，所以楚地的叛乱人数就特别的多那我们就看到呢，第一个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就把秦朝整个给搅浑那像从陈胜吴广开始起义之后呢，楚地有多少股势力为什么我们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又是这种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哎呀，真的是4个字野火燎原短短几个月之内，当时全中国各地反抗势力都起来，6国后裔纷纷出现。当时各国的百姓还是忘不了过去被秦国的亡国之痛所以纷纷拥立过去6国的后裔。当然也有一些地方的势力他自己据地分亡的但是所有的反抗势力当中，以楚地的反抗势力最大。主要原因有2个，首先第一个就是过去常听到叫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嘛，就楚国人的亡国感特别强。主要原因是在于说楚国人认为自己最委屈，因为他们认为秦楚之间13代通婚应该是很亲密的，结果没有想到秦国对楚国却是在整个灭国战争的过程当中非常的残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楚国到了战国后期，几乎是所有东方国家当中反抗最激烈的一个。我们知道秦始皇他在最后的灭6国战争当中差不多9年的时间里面，在楚国这边曾经受过严重的挫折，就是被楚将项燕在反抗秦国的统一战争当中曾经击溃过秦军，取得重大的胜利。这件事情就让楚国人的反抗意识一度就到了最高峰楚地的反抗，我们知道前面讲到陈胜吴广，其实他们就是楚国人，他们当时的国号也叫张楚。不过陈胜吴广败亡之后，楚地各地的反抗势力还在持续的集结，其中
中以2股最重要，一股是地方的豪强，叫景居哈。我可以告诉各位，曲景、向宋这些都是过去楚国地区的地方的贵族，而且他们在地方本身的实力跟号召力都相当强哈。景居曾经一度也自立为楚王，不过后来景居一段时间之后就败亡了哈。但是楚国地区另外一股更重要的一个反抗势力，就是项梁、项羽、叔子，还有另外一位叫宋义等人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反抗势力就出现了哈，尤其是项梁啊，我们知道项梁的父亲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到大名鼎鼎的项燕啊，他等于是抗秦统帅之子，对不对啊？另外他的侄儿就大名鼎鼎的西楚霸王项羽，各位项羽这时候还很年轻呢，才在22岁左右啊，就是大学4年级这样一个年纪啊，一个年轻人，对不对啊？他们叔侄2人也是流亡天下。我们知道秦国在统一天下的时候，秦王下过一个命令，就是要求各国的豪强全部迁到咸阳去啊。其实这个各国豪强有人考证过，就是为了对付楚国地区的残余势力。所以他们2个人为什么会亡命江湖？一般认为说很可能就是抵抗秦国迁到咸阳的命令，他们不愿意走，就只好逃亡了嘛哈。等到天下乱了之后，他们叔侄2人啊，很快就跟楚地其他的反抗势力联系在一起，就我们刚刚讲的宋义等人啊。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楚国地区很有声望的一个人，叫做范增，这位号称足智多谋的一位老先生啊。他们几个人就开始集结整个楚地地区的反抗势力，他们就认为应该要重新把楚国恢复过来。一般认为可能就是范增的意见了啊，就把过去楚国的一个贵族叫做芈心，又称熊心啊，就是历史上所谓的义帝，把他找回来。有记载说他是楚怀王的孙子，不过我觉得这个时间不太对，因为楚怀王已经离这相当久了哈，那是战国中叶屈原那个时代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各位，因为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楚怀王被秦国诱骗到秦国去结果被秦国拘禁，最后死在秦国。这件事情对楚国人来讲是一件非常伤痛悲痛的事哈。那重新把芈心找回来之后，又称他为楚怀王，就勾起过去楚国地区人民亡国的这种悲痛啊。很快的，整个楚国地区的反抗势力就集结在以楚怀王为核心，还有像宋义、项梁、叔子啊、范增等人的麾下，而且据史书记载，很快就集结了20多万的大军哦，各位，这速度非常快，几乎整个故楚国的领土上，几乎完全都响应楚怀王的号召啊，可以说是一时之间，楚地的反抗就成为当时整个东方抗秦的一个核心，我们可以这样讲。是，所以其实当时在楚地的反抗整个激烈风起之后呢，有一位也是楚人，只是呢他不是这些楚国的贵族啊，谁呢？就是刘邦呢，就嗅到气味啊。不过刘邦首先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他现在是个流贼啊，流荡在。对，流荡在芒砀山这边嘛，哈，当然他本来出是几十个人，后来集结了数千人，那这些人要怎么解决呢？那我们也知道，因为大泽乡已经起义了，那我们也可以看到陈胜吴广进攻路线嘛，他到处在流动，他这个到处流动的结果呢，就到处点燃了火焰啊，所以呢，整个地方的治安都天下大乱啊。那这个时候呢，刘邦的好兄弟们就发现了。这个是个契机哦，可以让刘邦有机会归正哦。像刘邦是怎么样从流贼又转换身份呢，回来做正规军的了？其实刘邦也算是相当的幸运啊。当然，主要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他过去在沛县地区所集结的声望哈。刘邦他在芒砀山这边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知道后来因为陈胜吴广的关系哈，这各地反抗的势力都起来。当时在沛县的历史上称作叫主力啊，萧何跟豫力、曹参等人，他们本来就是刘邦的好朋友哈。他们就劝说当时的沛县的县令说你要不要把刘邦招回来算了，反正现在暂时中央政府也没有什么处罚的力量嘛。后来这个县令答应了，就说那我们就叫刘邦的好兄弟樊哙去找到刘邦说那你就回来吧，就把外面集结的这些人也带回来。结果没想到刘邦带着他这几千人准备要返回沛县的时候，沛县的县令竟然就反悔了反悔之后怎么办呢？刘邦当时就在城外面射了一支箭，射到城内去告诉萧何、曹参等人说，我也不想要在家乡这边打仗了，我们大家就干脆有积极一点的行动好了。萧何、曹参马上就看懂了就立刻纠集城内所有
愿意响应刘邦的人，竟然就一起把县令给杀掉了。刘邦才趁势带着他从外面集结的这些人就杀回城内，可以说很轻松就把沛县给攻占下来。而且根据我们今天看到的史料，攻占沛县的时候，地方父老立刻就来响应，表示说那我们大家都愿意在您的麾下，所以很快他就把沛县完全都巩固起来了。他攻占沛县之后，很快就向四周围地区开始扩充，主要他希望能够控制整个丰邑。另外当时秦国的泗水郡的郡监也曾经发动官兵想来攻打他，但是被他所打败了。很快他就把今天的泗水郡一带大量的地区都给控制了。后来秦国还有一个号称是正式被任命的郡监，他的名字今天能考证，只有一个叫壮，也曾经发兵来攻打过刘邦，也被刘邦打败。我告诉各位，刘邦每一次打仗他都有一个特征，他打完仗之后，他的实力不但没有损失，而且还有很多兄弟立刻就加入到他的麾下。很快的，整个泗水郡就全部在他的控制之下，他等于是事实上的泗水的统治者，大家就叫他沛公，就沛这个地方的领袖嘛。他控制了大部分的泗水郡之后，他就想，那我干脆就带着我现在手上这些力量，投奔到我们刚刚讲楚国的反抗势力麾下。一开始他想要投奔景居，不过景居很快就败亡。但是他在投奔景居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个收获，因为他经过刘县的时候，遇见了一个韩国的贵族，叫做张良。据说他跟张良相谈甚欢两个人很快就变成好朋友。对，各位你就会看得出来，张良是贵族，标准的武士相寒嘛。他们家，你看他跟一般的贩夫走卒很快就是朋友，跟这个贵族马上也就是朋友啊。我只能讲，这个是很少见的这种群众魅力尤其是出身草莽的人秦末孙中山。不过他认识张良之后，很快他就得到了一个消息，就是强大的秦军已经开始集结起来了在消灭了陈胜吴广之后，继续向东方发动强力的攻势，想要把各地的反叛势力全部弭平刘邦很快就带着他麾下的人，历史记载大概有5000多人，另外还包括一些前秦国的军官也向他投奔他就带着他这些人投奔到项梁的麾下历史上记载，项梁对刘邦其实还不错啦看着他带了一些人马过来之后，马上就任命他为将领任命他为将领之后，这刘邦也参与了拥立楚怀王芈心这件事情但是很快他们就面对到一个很大的挑战了。什么挑战？就我们刚刚讲，秦国的大军开始往东方这里集结，想要把淮水到河南这一带所有的叛军一举击败真正的挑战从这时候就开始了OK， 我这边我先做一个补充大家一定很好奇说，奇怪，沛县县令怎么这么轻易的就被刘邦他们几个好兄弟就给做掉了？这个关键因为这个沛县县令大概率是从外地派来的，因为秦朝是中国最早有流官的第一个朝代嘛，所以这个沛县县令当然是不得当地人心，秦朝都快不行了，当然当地父老就跟刘邦站在一起这是一个很好理解的状况。好，这个是要大家值得注意的一个背景再来呢，当时呢新兴的政权也就是芈心所建立的新的楚国呢，说复国其实同一时间呢还有很多各地的贵族也一一的来复国比如说比较有名的像齐国的朱田齐国的王姓是田姓嘛所以最早是他的田瞻那后来还有田荣他们这个姓田的好几个那另外呢比较有名的，比如说韩王信，就是张良的主公，还有比如说像魏国的魏家，像是魏豹，对魏豹、魏咎等人他们也一一的复国了。所以秦军的兵锋呢，第一时间并没有往楚国杀过去，毕竟距离秦朝的关中地区比较接近的，并不是这个地方。所以接下来像就精彩了，列国皆反但是我们上次也有提到，秦国这个时候因为他的主力部队都在南北边嘛，那秦国将兵锋呢，首先呢往哪里冲过去了？那是谁来率领的呢？好，东方的战火就这样几个月之内就燃烧起来了可以说发生巨变。秦军当时的主力，一个是在河套，一个是在岭南，对中原地区是空虚的当然，当时秦国也下了命令，要求这南北方的部队要往中原地区集结。但是我们知道这距离相当远，北方稍微近一点，南方在岭南各位。你像在古代，你要从广东、广西走到中原战场，你看看中间那个距离有多长。那恐怕就来不及了好，在秦军大军还没调回来之前，秦国就要有所反应所以当时秦二世跟赵高就任命了当时的少府章邯，将骊山地区的囚徒10万人做临时的装备跟训练，就把这囚徒10万人全部赦免，变成秦军，交由章邯率领，就出关中向今天的河南向这一带的叛军发动攻击。章邯可以说是
大秦帝国最后的顶梁柱了啊，整个东方的战局的成败就看他了啊。不过章邯马上就取得很大的胜利，先是频频击败陈胜吴广的部队，而且很快啊，有人算过，大概不到2个月的时间，他就把陈胜吴广的主力全部击溃了啊。那陈胜吴广也相继败死啊。他解决了陈胜吴广的势力之后，就开始在河南的北部到东部这一带开始对我们刚刚讲顾楚国地区的起义部队发动攻击啊。我们先知道一件事，就是楚国地区的反叛势力强大之后，他们就向北边扩张啊。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的，像刘邦，他就扩张到山川郡啊，山川郡就在今天的河南境内。另外像项梁、项羽、叔侄啊，还有宋义，也带领楚军的主力了也在河南这一带不断的攻城略地所以当时章邯就把他的主力部队开始往河南这里针对项梁的楚军的主力发动攻击，就发生了历史上很有名的叫做定陶战役定陶战役这个可以说是楚军的主力跟秦军的大规模的第一次这样的一个作战。这场战役其实有人考证过，楚军的人数其实在秦军之上，楚军大概有15万人，但主要就是由项梁来率领，跟秦军的章邯的10万人在这边发生一次大规模的战役。结果章邯大破楚军，我可以告诉各位，章邯有一段时间是秦末的风云人物打了很多场漂亮的胜仗，据说项梁遭到击杀光是俘虏就5万多人，可以算是打了一场大胜仗因为打了这场胜仗之后，刘邦、项羽另外宋义等人就带着楚怀王开始往东边逃，因为河南这边待不下去了，一路逃到了彭城这里项羽就驻军在这边。另外刘邦的部队住在所谓的阳城，阳城其实就在彭城附近。各位一般研究秦末战史的学者认为，章邯在这边犯了一个错误，他应该持续向前追击，对，就一路往淮河北面打，把整个楚怀王系统所有的楚军彻底歼灭。当时楚国的反抗当中的核心是项梁嘛，他认为项梁败死，那楚军就没戏唱，应该很快就溃散了对，所以他转而将兵锋北上渡过黄河，向河北这边发动攻击，就像赵地这一带的部队发动猛烈的攻击，就发生了历史上很有名的叫巨鹿战役我们知道河北地区其实当时反抗势力也非常多，除了我们现在讲到赵国之外当时赵国的领袖陈馀、张耳等人在这边有所谓的反抗的力量之外，其他像过去的燕国啦还有刚刚讲的齐国这些地方也都有各式各样的反抗势力在这里当时赵国在秦军的主力南下的时候其实非常紧张。各位还有一件事，在河套地区的秦军的部队也到了，那一位秦军将领就是接替自杀的蒙恬的王离各位王离是谁知道吗？王离的祖父就是大名鼎鼎的灭楚国的王翦60万雄师，对，没错，他的父亲叫王贲，也是楚国的大将，当年跟着王翦一起灭楚的王翦死了之后，王离等于是秦国北方军区的代总司令了。那他带着秦军的主力各位这支部队的战斗力比章邯的部队更强，他是亲过去防守北大门的正规军，对不对打匈奴人的，对，打匈奴人。这支部队到底有多少？过去在蒙恬时代大概有30万，有李开元先生，另外还有大陆上的学者张应麟先生等人的推测，大概有留了一部分在河套这里驻守，他大概带领至少20万人南下，就跟章邯的部队在黄河北面这一带汇合各位，等于是秦军完全集结了。当时章邯的估算是，他去打赵国就会吸引河北所有各地的反抗军都会到达这里，等于是把赵国当成一个磁铁嘛。所有各地的反抗军集结之后，章邯就认为我在这边再打一场决定性的胜仗，就是一举把整个东方的反抗军全部歼灭，他就可以大功告成了其实章邯的战略没有错，各位，这也可以说这一仗历史上的巨鹿战役可以说是决定了整个大秦王朝的命令当时的齐国派出的将领叫做田都另外燕国派出的将领叫张荼等人另外还有我们刚刚讲退到淮北的楚军当时以宋义为楚军的统帅，都纷纷赶到了巨鹿这一带。完全这个剧本到这边为止都是照着章邯的剧本在演所以一开始的时候章邯还认为战役是非常顺利的所以当时章邯的部队就将赵军包围起来包围在巨鹿这里。没想到其实各国的援军人数也不少，但是我们前面讲的因为定陶战役楚军大败，所以各国都很怕章邯。到了战场之后，既然各国的援军没有人敢对章邯发动攻击历史上有一句成语在这边叫做作壁上观，对不对所有各国又犯了战国末年老毛病各国合纵伐秦，常常就这样大家都不愿意先动手
结果被秦军各个击破，又完全一样的哈。不过这时候就有一位少年英雄出来了啊！历史上我们大家知道的就是项梁的侄子项羽啊，这位少年英雄。当然我们这个主角因为是刘邦了，我们以后要是有机会，我们再来讲项羽了啊。项羽这时候就看不下去了哈，他说：“如果你继续不救的话，那结果就是赵国会全军覆没。如果赵国全军覆没，那秦军转过头来就会来消灭我们，必须要趁这个时候赶快发动攻击啊！”结果这一位当时只有在23岁左右的项羽哈，竟然当机立断，击杀观望不前的宋义哈。然后项羽带着自己口中所讲8000江东弟子，其实不止8000了，这8000有人推测可能是跟项羽本身关系比较好，就他比较认识的。历史上另外一个成语就出现，叫做破釜沉舟，把所有吃饭的锅都给打破，然后把所有的渡河的船都沉了，告诉麾下所有的这些部下们，如果我们不能击败秦军，我们大家都不要活了啊！当着各国的面就向秦军发动猛烈的攻击啊！这一点让章邯一下子还受到一点惊讶，竟然有一支部队率先出阵向他挑战啊！历史上称作楚军的战士在项羽的鼓励之下以一当十，对不对？又有一个成语出现了，是不是？项羽可以说勇冠三军，发动猛烈的攻击，竟然一举就将秦军给击溃了，打了一场非常大的胜仗。他先斩杀了秦军的前锋，叫做苏角。击溃了苏角之后，连打了9场胜仗了，9战皆捷哈，秦军大败哈。王离最后出阵跟项羽决战，结果没有想到王离竟然在阵前被项羽挑到马下，当场被俘虏啊！王离最后被项羽亲手斩杀，各位报了他阿公的仇了，对不对啊？对，他王翦逼死了项燕，对不对？然后他的孙子项羽斩掉了王翦的孙子，对不对啊？各位这一仗真的是震撼天下啊！因为秦军的主力这一仗就完全被击溃，据说项羽在这一仗当中所缴获的武器堆积如山啊，光是盔甲啊就缴获10余万副，哇，这非常可观啊！王离被杀掉之后，项羽就提着王离的人头到各国的军营去，当时各国皆不敢仰视啊，没有人敢抬头看他啊。没想到这个少年就打了这么一场胜仗，章邯大败哈，只好集结残军向西撤退。各位，这一场战役就决定了秦国的败亡。各位，章邯其实是个悲剧英雄哦。章邯在这之前频频获胜，有一个人就在背后扯他后腿啊，谁呢？就是赵高啊，因为他怕章邯回秦国就掌权嘛，就开始扯章邯的后腿。章邯当时向赵高反映说，部队的补给不够，希望能够从关中这边给他一些给养。就没有想到赵高大部分都推脱不前啊，对，就没想到这一次章邯的部队大败，章邯想要完蛋了，他就算逃回秦国，赵高也会找个理由把他杀掉。他就在第2年的2月就带着所有残余的秦军大概有10几万，快20万人已经没有什么补给，也没有战斗力了从2月到6月就陆续向楚军投降可以说秦国最后的战斗力就到此宣告瓦解了。那这一仗也确立了楚国就是各国反抗势力的领袖，那领袖当中的领袖就是项羽啊。项羽这时候就成为多国联军司令啊。这时候怀王芈心就下令了，当时叫做先入关中者为关中王，就大家开始向关中冲刺，谁能够先攻入到咸阳，我就把整个关中封给他各位请记住一件事为什么大家都想要关中？因为整个东方已经都打烂，那关中地区还没有被真正打过，所以这个地方的人跟物产都还是完整的。所以先入关中者为关中王，这是一个重大暗示，谁能够先拿下关中，未来就是最有实力的诸侯，就有可能取代整个天下共主这样的地位。那项羽当然不会客气他带着他的楚军的主力之外，另外还带着大量的其他6国联军，就开始向关中地区进发。不过他走之前，我可以告诉你，项羽一路上就是除了攻城拔寨之外，他只要攻破一个地方，就把当地的秦军全部坑杀。包括我们前面讲章邯投降的秦军都被他全部坑杀。对，项羽除了他本身非常的好战残暴之外，还有一个原因研究这段历史，像是大陆的学者过去像林建明、韩阳明这些先生，他们都认为，因为各国对秦国的恨，亡国之痛嘛，尤其像项羽这种前6国贵族那种恨是特别深的因为当时像关中进军的反抗军有2支，一支就我们刚刚讲的，由项羽所率领的这一支主力，另外还有一支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沛公刘邦啊，各位其实刘邦在巨鹿战役的时候，他的人马是在外围，所以他并没有真正打过什么仗不过他也见识到项羽的威力就是了，知道项羽是非常难打的刘邦也带了他的部队
到底多少人就很难说，有人说2-3万人哦。不过他的部队也是一路上越走越大，越走越大哦。就是很多人就加入他。他是走南线小路，先进入到河南南部的南阳这一带，再从南阳这一带进入武关。各位，武关这边再往西去，就是今天的汉中盆地的东部，然后再往北边走。各位，这一带大部分是山路啊，是可以走，不好走。对，不过刘邦有一点，刘邦不像项羽一路都打硬仗哦，刘邦大部分都是用招降的方式啊。而且很快就得到当地百姓的支持，所以他的部队一开始没有很多，但是一路走，速度越来越快，补给越来越多。项羽反而他的大军的行军速度没有那么快哦，刘邦竟然先项羽一步进入到关中，这件事大出项羽意料之外啊。当时秦国内部其实政治状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知道后来赵高等于是发动政变，除掉跟他一起当年在沙丘之变当中合作的李斯除掉了李斯之后，后来整个东方的大乱已经逐渐发生。秦二世胡亥大概也知道东方已经乱成这样了，赵高看反秦的刘邦军快要打到关中了，赵高竟然一不做二不休，就把慢慢已经不太听话的胡亥也给杀掉，所以赵高是个谜样的人物。我告诉各位，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来讲赵高。赵高很奇怪，我告诉各位中国历史上奸臣很多，各朝都有，对不对？但是其他各朝的奸臣，有的是因为贪财好货嘛，有的是因为贪恋权力。但是我们很难说这些奸臣是故意要让国家败亡，因为国家败亡了，他的荣华富贵就没有了，是不是？那赵高是完全相反，他所作所为完全是就是为了把秦国给干倒，我们可以这样讲他既然就又杀掉了胡亥杀掉胡亥之后，又立了一个新的王，就历史上称作叫秦王子婴他的名字又叫嬴婴嘛子婴到底是谁，我们也不太晓得。各位一定会觉得很奇怪赵高的身世不清楚，赵高为什么这样干我们也不清楚，连子婴是个当过秦王的人，我们只知道他姓嬴，他是秦的宗室，但他到底是谁我们今天都不清楚了，对不对所谓的子婴其实也有一种说法叫公子婴，所以他可能是秦国的公子，但到底他是系出哪一门，他跟秦始皇的关系跟赵高的关系没有人知道，很多猜测。其实这个主要原因就是后来项羽攻入关中后的那一把火嘛就把当时整个秦朝政府的档案大家都烧掉了，对，导致这些事情都不清楚了那事实上呢，秦王子婴当然他是有一些政治才能，所以他很快的就反杀了赵高，对，发动政变，但是1个多月之后呢，还是没办法，该来的还是要来了。刘邦已经抵达了关中那对，没错，接受了子婴的投降子婴当时呢是束服全家穿白衣服，然后所有出城去迎接刘邦，因为他知道是不可能挡得住了，等于是投降了啦。对，就彻底投降。所以可以说到这一步为止秦帝国正式灭亡。到此结束距离秦始皇死掉才2年多，各位。是的那秦王连续死了2个，轮到第3个已经没有什么实力了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很复杂的，还有几个点要讲，就是说秦帝国几乎所有主力都打光了嘛。所以关中其实此时此刻是很空虚的再来呢，这个时候刘邦先进来，但是他有一个非常有政治智慧的一个做法你很难想象一个地痞流氓是如此的有政治的素养他做了一件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事情，叫做约法三章。没错，什么是约法三章？好，我们讲一下刘邦的政治才能，就在他进入关中之后的作为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其实《史记》真的是非常说实话的一本书考古发现越丰富，越证明《史记》的记载大部分是正确的对，根据《史记》的记载，刘邦带领他的部队攻入到咸阳之后，打开仓库，可以说满满的金银财宝数不尽的美女在里面。一开始的时候，据记载，刘邦也曾经迷惑过就好好享受了几天。但是我们知道刘邦他的这些部下大部分都起自草莽嘛，讲难听点，地痞流氓，对不对？攻入当时大秦帝国的首都咸阳，很快就迷惑。各位，我们很难想象咸阳当时的状况，但我们可以想想始皇陵、兵马俑里面的陪葬品有多丰富，可以知道当时大秦帝国的强盛但是短短3天之后，很快就有一个人就劝告他，他说你不应该这样做。谁呢？就是萧何。我告诉各位，有人说所谓的汉初3杰，萧何、张良跟韩信，对不对？这3个人当然贡献都非常大，但是我认为在政治方面贡献最大的就是萧何萧何非常有政治头，他马上就跟刘邦讲，他说我们不应该如此，因为天下苦秦久矣我们应该要展现出跟秦国统治者不一样的作风。我告诉各位，刘邦更了不起。刘邦在历史上
只要有人给他良好的意见，刘邦是立刻接受，反应快如闪电啊，这一点是让人非常敬佩。而且他总是能够做出很正确的一个决断，马上就能够让整个政策发生一个很大的翻转。刘邦他立刻醒悟，发现对，没错，萧何你讲的对，马上就宣布把所有的仓库全部封起来啊，所有过去摆在宫廷里的东西啊，或者那些美女，他一概不碰，然后马上在萧何的建议下就宣布约法三章。约法三章的内容非常简单啊，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什么意思呢？就杀人当然就杀人偿命啊。另外伤人及盗抵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伤害别人的身体啊，盗取别人的财物，抵罪就是要用相关的赔偿跟处罚。简单讲，你偷多少东西要还人家，另外你还要接受一些处罚。你伤了别人，你也要在金额上。就我们今天讲民事赔偿嘛，民事赔偿之外，也要有一些刑事的处罚，就是这样。其实底下还有一句话更重要，叫做尽除秦之苛法，就把所有秦朝虐待百姓非常严苛的法律全部废止。据说此话一出，马上就得到关中地区老百姓的爱戴哈。刘邦很快就命令萧何立刻整理关中地区的户口、田粮、税收，关中未来就成为刘邦集团在争夺天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资本啊。这个资本就是后来刘邦东出跟项羽争夺天下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后勤基地，就是在关中这里啊。不过项羽的大军也没有闲着啊，各位，刘邦才攻入关中大概不到2个月啊，项羽的部队就逼近到关中这一带哈。当时也是来势汹汹，据说项羽知道刘邦竟然先他入关中，一方面紧张，二方面生气，气得要死。义帝当年的约定是全天下都看到啦，是不是？项羽本来以为他应该是无可置疑的领袖，他应该可以取得关中，就没有想到刘邦这个老匹夫竟然比他早一步，项羽就加快行军的速度向关中进军，很快就进入函谷关，逼近到咸阳。当时这件事情对刘邦来讲也是很震撼，就是你要怎么面对他？是盟军没错，但这时候已经很明显等于是敌军了嘛，就是秦灭了之后，那大家的立场都要改变了哈。当时他麾下的这些人，尤其是像曹参，还有我们后来讲到像陈平啊这些人，都建议刘邦，我们这时候还打不过项羽，不要跟他硬干了，认怂啊，对，认怂，把关中让给他，所以就发生了历史上很著名的叫鸿门宴嘛，哈。我告诉各位，项羽最尊敬的谋士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老头范增，对不对？范增在一路上就告诉项羽，要趁这个机会将沛公除去哈，这是大好机会。不过鸿门宴简单说就是刘邦带着他的军队向项羽书城，那项羽请他吃饭就在鸿门这个地方哦。历史上所谓的项庄舞剑，这个志在沛公嘛，对不对？在宴会的场合当中，项羽身旁有好几个人都想要杀掉刘邦，但也有人在暗中保护刘邦。保护刘邦，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件事嘛。刘邦当时在整个楚国集团里面是很得人心的，大家都喜欢他，就不希望他被杀掉。因为项羽在这一次鸿门宴当中也表现得呆若木鸡，其实他当场翻脸拔剑就把刘邦人头砍掉，对不对？他竟然就跟刘邦在喝酒、吃饭、聊天，没有什么积极的作为。后来刘邦发现危险了哈，就在席间尿遁了。就说哎呀，我想上厕所，就跑到外边去，趁着黑夜的掩护哈，尿到一半他就跑掉了。这件事情让范增非常生气的啊。这里有一个插曲哈，就是包括他们要送什么礼啊，事前其实他们都有做沙盘推演嘛。对。这里面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最好玩的地方是，当时呢是范增出去啊，跟项羽的堂弟项庄说：“你赶快拿剑去砍人，对，你就趁着舞剑的机会把他干掉。”结果呢，舞到一半的时候呢，当时呢刘邦带的是张良嘛，那张良呢就出去啊，早年呢其实在项氏家族里面呢有一个项羽的族叔叫项伯啊。是好朋友，那就跑去跟项伯说怎么办？现在主公很危险呐哈。那项伯因为受过张良之恩嘛，所以就说那我进去想办法。所以呢，这时候就发生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哦。这一对项家里面的叔侄啊，两边就互相击剑哦，几度呢，甚至都逼近到岸上。大家请注意哦，这一段里面呢，真的是尽显太史公司马迁的描写之叙述，非常精彩。我记得我高中读到这一段的时候，读的真的是反
复再读啊，印象之深刻，畅快淋漓哈，真的是畅快淋漓哦。所以建议大家，这太史公哦，他虽然是文言哦，2000多年前的著作，今人来读一点困难都没有哈，历历在目，真的哈，就是这样。那另外还有一个插曲是谁呢？哈，是到后面他准备要尿遁嘛，当然范增是很不愿意的哈，准备要下狠手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张良又出招了哈，外面找谁呢？找了力大无穷的樊哙哦，拿着盾牌举起来就撞进卫室里面哦，然后怒目惊心的瞪着项羽，眼睛瞪得大大的啊。满布血丝啊哈，就说看谁敢动我老大哈。那大家也知道，因为这些人早年混迹市井嘛，就基本上啊，樊哙土狗辈嘛哈。说真的，项羽啊，他也是很爽快一个人，但是这边也可以看得出来，项羽看不起刘邦啦，所以他不想动手。那他也因小失大，就是说他对于面子嘛哈，就是壮士赐给他酒，所以当时嘛豪饮而尽，哈肉呢大块吃肉，结果。趁此乱机啊，刘邦尿遁成功，就逃走了。那这个逃走之后呢，项羽也没有追击他了哈。随即呢，这个就进入到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阶段。那现在应该先入关中者为王才对啊。那关中王理论上应该是刘邦才对，但大家也知道，军事是政治实力的展现，这个时候就充分展现这件事啊。徐昂，这时候项羽做了一个很神奇的事情，他要来分封天下了，他竟然不要称帝啊，他想干嘛呢？我们这边讲其实最后项羽的失败就是4个字：政治低能。我们可以这样讲，他完全没有体会到一件事情啊，什么事情？就整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他们这种地方的封建贵族所向往的封建秩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我可以告诉各位，假设最后楚汉相争是项羽获胜，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中国重回战国时代哈，项羽就开始进行所谓的分封，对不对？他分封基本上就是2个原则，第一个就是6国后裔。就是让他们在他们故土上复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分封原则就是参与反秦战争有功之人哈，所以分封的情况就像各位现在在图上所看到这样哈。其实各位从这个图你就看得出来，这个分封是有非常多的问题。首先第一个，你要怎么处置刘邦？先入关中者为关中王，这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可是他却把关中封给了3个秦国的降将，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章邯，另外还有2个，就是章邯的部下董翳跟司马欣，当时称作3秦啊。那把什么封给刘邦呢？把巴蜀汉中之地，就是陕西的南部跟巴蜀之地封给刘邦。这边以前也是秦国的领土啦，意思就是说要把刘邦彻底关在四川那个盆地里面，让他永远出不来啊。所以刘邦也立刻就接受了。当时刘邦的军队根据史书记载大概有10万人，这汉王就带着他在关中地区扩张的部队，二话不说就往南走了哈。另外其他的分封的问题，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问题非常多。首先第一个，你看一下山东地区，他把几个姓田的通通封王，这就很奇怪了，对不对哈？其实他可以以血统的亲疏尊贵与否来作为一个标准，或者是这几个姓田的哪一个出力最多都可以。他的方法是你们通通臣服于我，通通封王。他的封王完全是凭他个人的好恶，因为你看一下赵国的部分就知道了。当时赵地的领袖是所谓的赵王赵歇嘛，他把赵歇这个赵国的王族封为代王，而且把他赶到北方非常偏远的代郡去，代郡在今天的内蒙古啊。另外他把一路上支持他反秦的一位赵国的将领张耳封为所谓的常山王，各位有看到吗？也就是说，常山王反而还继承了赵国的主要的部分。那原先赵国的皇族被逼到北方去了，这是莫名其妙的事啊。另外，你看一下项羽他自己给自己的名号，一个不伦不类，既不是皇帝，也不是过去的王，叫霸王。研究这段历史的人就认为说，这个名称就反映了项羽的政治思想，他想要做过去像春秋五霸那种角色，就是我分封出去之后各地的王以后就由我的军事力量来维持诸王之间的政治秩序简单讲就是这样。各位你想有可能吗？首先第一个，你看项羽的土地其实跟其他各王比起来没有特别大，甚至连以前楚国的大小都没有没有，但只有楚国1/2都不到另外还有一点是，各位你看一下他分封的地，他的核心地区以彭城就是淮水的南北到今天河南这一带，这边都是长期经历战乱，所以人口少，经济也不是那么发达。简单讲，他给他自己封的地是个莫名其妙的地方
当时有人劝项羽说，你应该要在关中这边，不管你叫什么霸王也好，皇帝也好，你在关中这边要建立你的政治核心才对。项羽竟然怎么回答？各位知道吗？叫做富贵不归故里，如衣锦夜行。就是我现在风光了，如果我不回我的老家江东啊，就好像穿着漂亮衣服在夜间走一样。当时很多人就讥笑项羽说他沐猴而关嘛，像个猴子一样穿着人的衣服，就你完全没有政治头脑，他就只想回家乡风光一下。各位，这种回家乡风光一下心理，最后就害死他，无颜面对江东父老，他就为了面子把他自己害死了哈。所以这个分封，你从刚刚那个图就看出来，一定马上会出问题了啊！结果果然啊，项羽的问题多多的分封，对不对？不到3个月，东方就发生叛乱，哪里呢？山东的齐国哈，我们知道这时候也没有齐国了，以前齐国被几个姓田的给分了啊，项羽就把他们几个姓田通通封为王。就你看齐国像一块拼花一样，对不对？切成很多小块小块，几个姓田这边，他们的血缘的亲近程度也都差不多哈，也没有谁比较高贵一点，谁也不服谁，所以齐国很快就发生了叛乱。所以项羽才刚刚定都到彭城，才没有几天，他的主力部队要往东调啊，去打齐国，这也就给了谁机会呢？各位，就给了被退到巴蜀汉中的刘邦的机会啊！明烧栈道，暗度陈仓，对不对？他的机会就来了。可以说，齐国的叛乱开始，也就是整个秦末的历史啊，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历史上所谓的东西楚汉相争阶段就开始出现了啊。OK。我想，关于楚汉相争又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故事啊，里面所牵涉的人物也是非常的广哈。尤其呢，我们刚才讲到汉初三杰啊，已经登场了2位了吧，张良跟萧何啊，那还有第3位呢，即将在楚汉相争中大放异彩啊。更重要的，对，出身更卑微的韩信啊，那当然他跟韩王信同名同姓，但一个是天生的贵族要出来当王的，一个呢真的就是出身非常的卑微哈，他可能也是一个没落贵族啦，但我们已经不可考了哈。也许他也是韩家的后代哈。他身上佩剑嘛，有人认为说他可能就是没落的贵族。对，他可能是士族啦，就是大家也知道嘛，王室到最后就变成士嘛，士其实。在春秋后期就很穷了，不然孔子也不会出来教书啊。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了。好，事实上关于楚汉相争这个故事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哈，请待我下一回再来分享啊。但是呢，我们这边呢，哈，做一点总结啦。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从刘邦的崛起啊，到他成为一方之汉王啊，这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啊。对。我这边必须讲哈，我们常常讨论的时候，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我们上一讲在讲啊，那你可以渐渐看出一个事情，时势造英雄没有错，但是呢，刘邦也真的懂得在每一个英雄时刻做出正确的选择啊。对，那没错，他这样的方面的小故事真的是太多了哈，太多。那还会不断的发生。说真的，正因为刘邦这么独特的性格，你会觉得很奇怪啊，一方之小平民，然后呢，平常呢，我们用台湾话叫两溜达嘛，就到处浪荡啊，结果他却对政治有极高的素养，即便犯了错也可以很快修正。最后必须说，在军事才能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刘邦绝对是不及项羽。项羽太能打了，战神等级的。你看，从他每战必打，打完就坑人家，他也仅慢了刘邦1个多月啊，这就进了关中哦，你就可以知道这个的差异啊。那其实，在这段时期里面，最关键的就是我们从鸿门宴的整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出来啊，不是贵族就有政治智慧啊。是的，没错。那我想，范增气死啊！范增骂项羽孺子不可教也嘛。不过我讲了半天，你就被听进去。对，但是这里倒是还是有个历史的意涵在啦，就是项羽这样大肆分封，其实虽然楚被秦灭了，但他们也接受了一个概念啊，就不再是以血统论天下，而是以对，没错，军功，社会阶层流动了。对，社会阶层流动了，就像我们刚才提到张耳跟赵王歇的故事，张耳他作为将领，他竟然也被封王了，刘邦。只不过是沛县来的一个小混混，他也封王，所以1年多以前还只是个流氓而已，他也封王了。我可以这么说啦哈，负责任的讲啊，中国2000多年哦，如果说有哪一个时期呢，社会流动最剧烈啊，秦末，然后到楚汉相争前这个封王的阶段啊，或者说项羽这一出封王大秀啊，应该可以排得上前3名啊，我觉得应该是不为过。很戏剧化的一幕。那也确实就打破了血统论这样的观念啊，也让刘邦未来呢，他在成为皇帝呢，
这个的合法跟合理性上面啊，又增加了几个所谓的历史的要素在里面了哈。我想我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可以看出这个。好，那关于刘邦怎么样跟项羽争夺天下的故事呢？好，怎么把老爸给用丢的故事呢？好，我们下一讲啊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哈。所以最后记得还是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然后呢给我们呢超级留言、超级感谢。最重要是加入会员，让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也欢迎大家透过线下的赞助机制，绿界、PayPal、微信、支付宝或者邮局，让我们有更多的粮草，可以做出更多精彩的节目。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期再相见。我们今天再次谢谢学长。好，谢谢大家。好，那我们下一期相见喽，拜拜。拜拜。